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人造蛋，就是这种装在罐子里边的黄色的液体。基本上你在去买鸡蛋的时候，它就放在鸡蛋的旁边，感觉推广的力度还挺大的。我们也是好奇，我也是从来没吃过这个东西，所以顺手就拿过来，想尝一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。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将来鸡蛋的发展方向，是不是鸡蛋的未来呢？反正我家里边有很多的自己家养的这种柴鸡蛋，所以我拿这个柴鸡蛋和买来的这种人造蛋也比较一下，看看到底是有多大的差异。我想我就拿它们分别的摊2盘鸡蛋吧。现在是刚好是早上，等下我摊完之后，叫丽丽和小朋友们也过来尝尝，看看他们能不能吃得出来。先拿自己家的鸡蛋打上几个。我就用6个鸡蛋吧，再多了碗里边也盛不下了。这个人造蛋感觉咬起来像是都是水似的，闻起来倒是什么味道都没有。把它倒进碗里边，感觉比普通的蛋稀多了，不知道也能不能摊出鸡蛋来。倒是还挺像加过水的搅拌好的鸡蛋。感觉我把这一整瓶都倒光了，它的量和6个鸡蛋的量大概是差不多的。我把自家养的鸡蛋也给它搅碎。自己家的鸡蛋颜色上还是要比人造蛋要黄多了，而且它也要粘稠了不少。来看看这个人造蛋，感觉就像是粘稠一点的豆浆，或者是加了面粉的豆浆，它是一点都不粘的。我再来闻一闻，自家养的蛋，鸡蛋味儿还是挺明显的。人造蛋基本上是没什么味道，如果是特别仔细的闻，还是能闻到一点点豆浆的味道的。这个感觉就是高浓度的豆浆一样。按它说明书的说明，这种人造蛋它里边已经是提前加好过盐的，所以是不需要额外再加盐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制作了。自己家养的蛋还得加一点点盐。刚才发现家里边连细的盐都没有了，只有这种粗粒儿的盐了，我得给它处理一下。幸好我家里边工具还是挺多的，不需要再跑超市去买一次盐了。我拿这个小东西给把盐粒碾碎。看看这东西还挺好用的，已经把盐碾这么碎了。行，加上盐。然后再给它搅拌均匀。这2份这样就准备好了，现在开始摊鸡蛋。起火开锅，把油烧热。油热之后，我们先炒自家的鸡蛋，把鸡蛋下去。好了，关火出锅。这个就是炒好的自家的鸡蛋，接着把锅给擦干净，来炒人造蛋。我尽量用同样的油量、同样的油温、同样的火候来炒人造蛋。我其实挺怀疑这种稀稀的人造蛋是不是能炒出鸡蛋的样子。咱们加进去试一下吧。这感觉水分太大了。根本就不成形啊！多炒一会儿试试。其实这次下人造蛋的时候，我感觉油温要比刚才要高一些的。按理说应该是迅速成型才对。看看现在开始慢慢有形状了。行，我感觉差不多了，应该关火了。出锅。看着好像也还可以，我其实感觉像是炒出了一盘豆腐脑。来看一下成品啊，最直观的感觉就是颜色差异还是挺大的。家里边的鸡蛋是黄色的，颜色比较深。这个是家里边的鸡蛋，因为我搅的不是很碎，所以还能看到黄白相间，看到蛋白的颜色。但是蛋黄的部分，黄色还是挺鲜艳的。这个是人造蛋，颜色比较浅，看起来比较均匀一些。其实更像是豆腐或者是豆制品。我来尝一下啊，
自己家的鸡蛋就不用多说了，就是非常正常的鸡蛋的味道。不过和外边超市买的鸡蛋比，它是没有一点的腥味的，非常的好吃。人造蛋怎么说呢？吃起来还是有一点点鸡蛋的感觉的，但是完全不是鸡蛋的味道，它就是豆制品的风味。不过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做的比较好吃，还是因为我本身就爱吃豆腐脑呀、豆腐之类的豆制品，我觉得人造蛋的味道也是挺好吃的。它更软滑细腻一些，真的就是介于豆腐和豆腐脑之间的一种口感。这个人造蛋我看了它的配料表，主要就是绿豆蛋白，所以也难怪它是豆腐或是豆腐脑的味道。我倒是觉得对于喜欢吃豆制品的人，这种人造蛋还是很值得尝试的。不过它的价格呢，还是比普通的鸡蛋要贵很多。这个相当于6个鸡蛋的量，它卖大概是4美元，所以如果是一盒12个的话，那就是8美元。这个价格已经比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优质的有机鸡蛋还要贵了。如果将来它的售价能够降下来，降的和普通鸡蛋差不多，或者是比普通鸡蛋还要便宜的话，那么普及度可能就会更大一些了。我觉得人造蛋的口味将来还是有很大的提升和改进的空间的。不过按照现在的价格来看，我们还是先来吃普通的鸡蛋吧，特别是吃有机鸡蛋，或者甚至是家里边自己养的鸡下的蛋，那个味道还有从成本来看都是要更胜一筹的。不过怎么说呢，很多人可能是吃不了鸡蛋，比如说胆固醇过高啊，或者有其他的一些鸡蛋过敏呀，还有一些人呢就是纯粹的吃素，比如说连鸡蛋都不能吃的，那么这些人可能选择这种人造的鸡蛋，那就比较好了，因为它是纯的绿豆蛋白。我过去叫丽丽还有小朋友们也过来尝尝，看看他们觉得哪个更好吃呢，更喜欢吃哪种。不过现在稍微有点凉了，不知道味道还有没有刚才那么好吃。这个好吃吗，豆豆？我觉得这个鸡蛋太好吃了。是吗？你再尝尝这个呢？哎呀，这不是那个鸡蛋吗？也好吃啊。也好吃啊。那2个你更喜欢哪个呢？这2个都喜欢。都喜欢呀。最喜欢哪个呢？爸爸，我的鞋。这个。哦，还是最喜欢这个。让哥哥尝尝吧。行，麦麦尝尝这个。爸。好吃吗，麦麦？我是大盆的。好，麦麦再尝尝这个黄的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觉得很好吃。你尝尝，你更喜欢吃哪种呢？这种。这种啊，白色的你不喜欢吗？你尝一尝。不是那么不喜欢。不是喜欢，还是喜欢吃这黄的是吗？对。哦，这样啊。那个更黄的。你想吃那个更黄的？那哥哥往中间放一放吧。豆豆也想吃那个更黄的。其实你也太近了。太好吃了，所以我才。别放回去呀！那咱吃饱了。好，吃饱了，可以了。看看2个小朋友对人造蛋的态度，人造蛋的未来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啊。6个鸡蛋太多了，小朋友们应该是吃不了的。不过这盘家里边养的鸡下的蛋，他们每人大概是吃了有2个鸡蛋的量，现在还剩这么多。这一盘人造蛋呢，基本上就没怎么动，大概也就是吃了2、3口的样子。所以从这点上来看，小朋友们的口味还是比我的更准一些吧。我觉得小朋友的口味应该是代表了大众的一个口味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人造蛋还是任重而道远呀。在未来，如果真的想取代普通的鸡蛋的话，那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或者是也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？
最后，我感觉人造蛋可能真正属于它的群体，应该就是那些吃不了鸡蛋、对鸡蛋过敏、胆固醇过高，或者是想要健身、吃素这些小众的人群吧。可能这些人加起来也不算小众了，所以这种人造蛋，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广阔的市场的。大家有什么意见和看法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